大家好，我是日语老师莫里斯。今天我想分享和日语发音有关的知识。这个视频我主要是为中国学生准备的，所以今天我尽量说中文解释要点。那请你们先听一下接下来的两种日语例句。A、これですか？ B、これですが。A、これですか？ B。これですが。日本人怎样发出卡和嘎的声音呢？让我们先看看卡的发音吧。卡是日语叫做无声音 musei on。说卡的时候，先抬起舌头的后边，关闭气流通路一下，然后轻轻地说啊，卡。例如日语中的开始这样念。開始。開始。那说中文的学生们一般怎样发音出日语的卡呢？说中文的学生们喜欢按照中文的读音来说卡，但是我们说中文的卡的时候呢，跟日语发音方式不太一样。比方说，我们试一试听中文的开始这个单词发音。開始。虽然舌头的位置跟日语的卡差不多一样，但中文的卡需要足够的气流，不是开始，而是开始。为什么有些学生误会这个发音的区别？也许因为日语卡和中文卡都没有振动声带，结果这个共同点导致很多人误会日语卡和中文卡是一样的声音。但看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明白，日语卡和中文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实，日语的嘎和中文的嘎也是不一样的声音。嘎是日语叫做有声音 musei on。说嘎的时候，跟卡舌头的位置和破裂声音的方法完全一样。那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要震动声带。你先说卡，然后低头一下再说卡，更低头一下说嘎。怎么样？你的卡的声音不太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低头了，我们声带一定震动，结果卡变成嘎，那就是日语的嘎。现在我们试一试说一个日语单词概念。概念。概念。说中文的学生们喜欢按照中文的读音来说嘎，但是我们说中文的嘎的时候呢，跟日语发音方式不太一样。比方说，我们试一试说中文的概念这个单词。概念。怎么样？你的声带没有震动，是不是？日语嘎和中文嘎的区别在有没有声带震动。现在你也许想问，咱们能怎样确认自己发音是不是正确？当然有方法，所以一起试一试吧。我们一起说元気ですか？你说最后卡的时候，捏你的鼻子一下。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か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说元気ですが。你说最后嘎的时候，再次捏你的鼻子一下。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か？你的鼻子震动了一点，发音也不太清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发音是日语的发音。下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两个音的区别。你捏你的鼻子一下说开始，改变，概念。你说开，改，
盖时，虽然你捏鼻子，还是声音没有变化，对不对？因为中文只需要气流，所以说咔嘎时，你的鼻子应该不震动。再次捏鼻子说下一个日语吧。書かない、学校、学生。说嘎的时候，你的鼻子有震动一点了吗？例如，学校的嘎时，鼻子震动。ko 时没有震动，因为日语が需要声带震动，所以声带震动导致鼻子震动一点了。我们练习这些声音时，要记得日语母音あいうえお都是所谓的有声音有声音，所以如果你一直捏鼻子，你说母音时很辛苦。比方说書かない这个单词当中，你留意か的最初声音 k 就够了。还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日语发音能力呢？一个方法是低语练习。虽然中文的か需要比较强的气流，日语的か不需要气流，所以如果你尽量低语说か，你一定学会很像日语的か。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かきくけけこかこ。如果你说中文的 k 辅音，那听起来是这样かきくけけこかこ。但这个不对，日语的か是这样念かきくけけこかこ。好的，今天的课到此结束。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够明白如何说日语中的か和が发音。下次见。